期时间的前几秒钟呢，因为可能在写来不及完整发一手牌，他就停下来了。然后后来有个玩家就反映说，不应该要停下动作啊，就是应该要洗到最后1秒。对我来讲，我只要以前看到不管是玩家或荷官做了可能可以可能不行的时候，我就会超级的争执说不行，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好，大家好，我是小 P， 今天跟大家分享我在 WPT 系列赛中参加了20万的超级豪客赛，在第2天的赛事中究竟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手牌？那首先呢，这手牌呢是在1万5、3万的盲注级别啊，这是一个多人抵持的状况。Hijack位的对手他大约有100万的筹码量，选择加注到6万。按钮位的玩家呢也有100万的筹码量，选择跟注。我在小盲位，我有90万的筹码量，我拿到了 A10不同花，我们就有一个决策要做。A10不同花在这个位置情况下呢，我认为啊，绝对不会是落在弃牌的范围。原因是因为 Hijack 位的对手加注，Bottom 位的玩家跟注。以 A10对上2位的范围来说呢，我觉得都会比弃牌来的好。那至于跟注或再加注，就会根据其他的因素来说，又或者是说，如果我认为2位玩家在翻牌之后都会打得非常的好，那我有可能就会选择一个3次下注。但如果说今天可能大盲位是一个比较弱的玩家，又或者是说我觉得翻牌之后不会太难处理，那我觉得选择跟注啊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所以我选择了跟注。大盲的筹码量呢大约是40万的筹码量啊，所以他也选择跟注，所以这是一个4人抵持的状况。翻牌是 A46。4位玩家都选择过牌，转牌是一张黑桃 Q， 我选择了一个小尺寸的下注，原因是因为4人抵持，下注不需要太大，就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我选择下注8万，然后大盲位玩家弃牌 ，Hijack 位的玩家跟注 ，Bottom 位的玩家弃牌。Hijack 位的玩家呢，当然他很有可能会有一些 A 的范围，但是我认为他的范围里面大部分的 A 应该都会比我弱，又或者是说很有可能是2张黑桃，或者是中 Q 的一个对子的手牌。合牌呢是一张7抵持43万。这手牌呢，第一个我可以价值下注，那可能是低于半个抵持，又或者是说我今天可以选择过牌。那过牌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就是过牌它有机会炸胡，不管是2张黑桃或者2张梅花的手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状况，又或者说，假设他今天是打一个很被动啊，他今天很有可能，我不知道他 AJ 会不会过牌，也就是说还是有一点点的机会啊。过牌的话我可以控制一个抵持，在一个没有位置的情况下，因为我们说过，没有位置的时候呢，我们的策略整体的方向呢，会选择一个比较保守，一个比较像是在防御的一个状况。那有位置的玩家呢，通常会是一个比较攻击性比较高，一个比较常下注的一个状况，选择一个比较被动的防守的策略不是一个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我选择过牌。Hijack 位的玩家也选择过牌，那看到我的手牌之后呢，他就弃牌所以我就赢下一个抵持。下一手牌呢就是3人抵持的状况一样是在1万5、3万的盲注级别CO 位的对手呢，他有130万的筹码量，选择加注到6万。我在 Bottom 位，我有100万的筹码量，我拿到了1对3。这手牌呢，弃牌是可以接受的。跟注其实应该会比弃牌来的好，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筹码量呢，其实超过30个大盲，在有位置的情况下呢，一些对子都不会太难处理。但是我觉得这是因人而异如果说玩家对于自身的技术并不是这么有自信，或者说没有这么熟悉翻牌之后的状况，那我觉得5-5以下的对子在这个情况下呢，可以考虑直接弃牌。但如果说你对于翻牌之后，你知道什么样的翻牌该做什么样的事情的话，那我觉得这些手对呢，在30个大盲以上都是可以跟注的范围。那有的人甚至会考虑翻牌前的全下，但是我觉得翻牌前的全下呢，其实是不好的一个状况。原因是因为当我们拿到5-5以下的对子，在这个情况下呢，第一个它没有阻挡牌，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更正 EV 的情况下，当我们今天全下被跟注的时候呢，最好的情况是一半一半，但是呢，你只要被跟注，很有可能都会是一个大幅落后的状况。所以呢，翻牌前全下这个选择呢，我们是绝对不考虑。当下我选择跟注之后呢，大盲位有150万的筹码量，也选择跟注。翻牌是 Q6-2， 3张黑桃，抵持22万5千。大盲位玩家过牌 ，CO 位的玩家选择一个持续下注7万，大约是1/3。首先，我们要讲一下我们的范围，或者是我们的跟注范围是长什么样子。如果说我们今天有一个中队不管是中了 A6， 明确要跟注，也就是说中队以上，我们有 Q 的顶队肯定也会跟注。
不是中队，不是顶队的话，如果是一些守队的话，那我们会跟住一些有黑桃的守队。我们今天是1对3，但是没有黑桃的话，那我觉得这手牌呢会是一个明确的弃牌。当下呢我有黑桃，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的跟注啊，我选择了跟注盲注位的玩家弃牌啊，所以是一个单挑的状况。转牌是一张黑桃8，底池36万5千。第二位的玩家选择过牌，那我们的手牌很明确，就是一个摊牌价值啊，然后选择过牌。那合牌呢是一张叠牌 Q， 第二位的玩家又过牌。这边的话，大部分的情况是好的，问题是能不能价值下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那我觉得答案是不行。又或者说，当我今天选择价值下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手牌？如果说今天是 Full House 以上的手牌，当然会价值下注。那当然，如果说我今天是同花的话，那我觉得至少要是9以上啊，我觉得比较合理一点。当下的话，5以下的黑桃，我觉得就是一个摊牌价值，所以呢，很明确的摊牌价值就选择过牌。看到对手的手牌，对手是 AQ 啊，就是翻牌中的一个顶队，然后转牌开张黑桃，所以他就放弃。就算他合牌中了3条，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还是输给了同花。下一手牌呢是在1万5、3万的盲注级别哦，这是一个小盲对大盲的状况。我在小盲位，我有100万的筹码量，我拿到了 AQ 方块，当下呢选择了加注到9万啊。然后大盲位的玩家呢，他大约有60万的筹码量，选择跟注。翻牌是 KQ， 还有一张小牌有点忘了，底池21万。我的手牌是一个混合策略，可以价值下注，也可以过牌，那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当下呢，我选择了过牌。然后他也选择过牌，转牌是一张红桃 A 啊，变成是2张红桃2张梅花，我们中2对啊，所以是一个很明确的价值下注，底池21万。这个时候呢，我选择了下注接近半个底池10万，大盲位的玩家跟注，合牌开了一张红桃 J， 底池41万。究竟我们是要过牌还是要下注？又或者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要下注，要下多少？今天我选择价值下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价值下注有没有机会被更弱的手牌跟注？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啊。答案是有，原因是因为今天他在转牌跟注，很有可能有 QJ， 有可能有 KJ、KQ， 我觉得都在对手的范围之内。当然，对手可能 KQ 翻牌可能不会过牌啊，但是他会有 KJ 跟 QJ 很合理的在转牌啊，选择跟注之后合牌中了2对啊，这都是很有可能的。那这些手牌呢，可能不会价值下注，但是面对我的下注，他会跟注。又或者说，当我今天做一个小的下注的时候，他会拿一些，比如说 A 气以下的顶队选择来跟注。毕竟这是一个单挑的状况，所以以整体的状况来说呢，2队的下注呢，其实是很 OK 的。那至于下注尺寸的话，低于1/3是一个很不错的下注尺寸。那当下呢，我选择了一个更小，下注一个10万大盲位，想了一下之后，他跟注。如果他用跟注的，代表说我还是很有可能是最好的手牌，所以我开牌 AQ 2对，他开牌了16梅花，也就是他中了顺子，但是因为台面上有3张红桃，所以他只用跟注。但我觉得，如果我是他的话，我这手牌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加注。原因是因为这是一个单挑的状况，不会说因为开了一个后门花，所以他就应该要担心同花。再加上，就算他今天 all in， 我不一定会抓炸胡，但是我必须考虑拿除了顺子以外的手牌去抓炸胡，所以很有可能我有机会跟2对，那代表说他有机会可以赢到更多的筹码，但是他这手牌他并没有。下一手牌呢是我们的最后一手牌啊，2万4万的盲注级别啊，这时候是一个5人桌 hijack 位的玩家就是我有70万的筹码量，大约是18个大盲。这时候我拿到了 A2 梅花，选择加注到8万。大盲位的玩家呢有150万的筹码量，选择跟注啊。翻牌是954，底池22万。大盲位的玩家选择过牌，那我们选择了一个持续下注。我选择的是15万，而不是一个标准的7万啊。原因是因为如果说我们今天有9的范围的话，其实可以考虑下大一点，又或者是说我们今天有一个很不错的听牌，也可以选择大一点的下注尺寸。翻牌选择大一点的下注尺寸，然后转牌可以 all in， 我觉得可以给大盲位的玩家最大的压力啊。如果说他今天有4的对子，比如说 A4K4， 或者是 A5K5， 或者是 Q5 啊，任何的中队跟底队都会掉到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当下我选择下注15万，他想了一下，他选择了 all in， 那我们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哦。我们不管对上他的范围，就算他有对子哦，不管是顶队或是2队，我们的手牌范围对上他的赢率都非常的高。再加上他本身很有可能会拿更弱的听牌来 all in， 譬如说2张梅花，那我们也是2张梅花，而且我们有 S high 嘛，他很有可能有一些顺子听牌，譬如说36同花、67同花，那我觉得都在大盲位的范围里面的话，对于他的听牌的范围，我们是大幅领先哦。所以呢，我们很快的就跟住了 all in， 然后呢，对方开牌他是 A9， 也就是他中了顶队。那很遗憾的是，我们这个转牌跟合牌都没有帮助，所以我们就淘汰出局。
并没有进入前圈。就是当天发生一个状况，是荷官正在洗牌，在休息时间的前几秒钟呢，因为可能在洗也来不及完整发一手牌，他就停下来了。然后后来有个玩家就反映说，不应该要停下动作啊，就是应该要洗到最后一秒。那关于这个事情，你有什么看法吗？我觉得最多的争议就是我们要先讨论出来说，究竟有没有时间进行下一手牌，它的决定点是什么？假设很多牌啊乱乱的，对不对？好，他收起来之后呢，他会这样子把它，应该是朝外，好这样子。然后呢，假设这个时候时间到了，啊就没有下一手牌。差别是什么？差别就是他今天打开来，然后做的这个第一个，这个。这个它只要有弹第一下，时间只要还有的话，就一定要进行下一手牌。那差别就是当下的状况呢是剩下7秒钟，然后呢他把牌收起来，但是他其实是有时间做这个动作，但是他看了剩下5秒，他当下的决定就是我不想发了，他觉得时间不够。但是其实很多荷官，我觉得这是一个专业的荷官的差别，就是他知道标准的程序是什么，就是他不应该等时间到，他应该就是收了牌之后，他就做该有的动作，除非时间到。但是他自己擅自主张，就是说，他觉得剩下5秒，他不想发最后一手牌，所以他就没有发。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引来了玩家就有点抱怨，是说他不应该自己做决定，而是应该要照一个标准程序走，就是把这个动作给做完。但是他并没有。但我觉得实际上的状况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接近，也就是当他今天牌散散收起来之后，最后那3到5秒，他有没有机会完成这个动作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他连动都不动，也就是他就放在那边准备要休息了。这个时候玩家就会抱怨嘛，因为这个不是应该有的一个程序，然后就有一点争执啊。对我来讲，我只要以前看到不管是玩家或荷官做了这种只要是不符合，有一点你知道吗？就是可能可以可能不行的时候，我就会超级的争执说不行，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但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不大喜欢去跟人家争这些我觉得太细节的东西，就是多这一手牌少这一手牌，实际上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当下呢，我就知道有2位玩家在针对这件事情在抱怨，但我当下就是反正就没有下一手牌了嘛，那我们就休息了这样子。所以症结点就是，如果荷官他是专业的，他应该要知道说要把这个该有的动作给处理完。那当他今天没有处理完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就会受到玩家的抱怨这样子。所以那你觉得当天的玩家做这个动作是错的吗？应该是说，如果说他今天该有的动作都做，实际上他要在洗牌的时候说，休息了。那我觉得大家都没有话讲，因为大家看到你的动作有没有完成这个动作跟时间。但是如果说今天你说很近，然后你就放在这边，就是等时间到，就后面这个态度是不 OK 的，就告诉人家说我就是不想发了啦。这是一个态度上的差异。很多玩家最后1秒会很白目，就问他说，剩下5秒是不是不发？然后荷官可能原本还要做该有动作，可是他停下来看时间。就是反而被干扰。其实荷官应该他一定有一个标准程序，那他如果没有照标准程序走，就有可能会出问题。那这个对牌局上市其实有什么影响？盲诸位可能有最大的差别，就是如果说我这一手上大盲，这手牌能够发到前面一个盲注级别，那比较小嘛。但如果说我今天是等休息之后回来升盲了之后放大盲，就是我会觉得比较吃亏一点，因为盲注上升了嘛。对于盲注位的玩家来讲，我觉得影响比较大一点。那我觉得这一次的系列赛最主要的差别就是有一群泰国玩家，然后有一群韩国玩家。基本上国外的玩家如果特别来台湾的话，豪客赛等级的赛事都比较多人，也就是会比一般的情况来说更热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状况。当天我记得这个报名人士应该有超过50个买入以一个20万台币的赛事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状况。但是呢，并没有成绩，所以很遗憾。好，如果说大家想要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的话，欢迎到下方的 Discord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的手牌，我们会不定期的挑选一些手牌来做成影片回复给大家。如果说大家想要看到更多的扑克相关教学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EV 实验室，上面有扑克新闻、扑克文章，重点是它有订阅影音服务，可以看到我参加一些线上的决赛桌，并且使用电脑软体分析手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到 EV 实验室观看一下我们的扑克教学。那我是小 P，大家拜拜。